习近平的极限思维什么意思？德国之声，邓玉文。在我看来，习近平口中的极限思维，简单的讲就是指极端情况，即一旦事物按照某种趋势走入极端情况，需要有准备和应对方案，然而也不排除自己主动制造一种极端情况，以展示决心和力量。先来看习在国安会上的完整表述，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段话除了极限思维，其他的如底线思维、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等，以前习都讲过 N 次，也是党的文件的常用词。极限思维系他首次提出，引起敏感的舆论关注，并不奇怪。在习提出极限思维后，我曾供职的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谈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中国官媒唯一讨论极限思维的文章。按照该文的说法，极限思维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或事物推至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的一种思维方法。说白了，就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时该怎么办，能怎么办。他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就是要有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做最坏处准备，是极限思维的本质要求和主要内容。从此文的论述看，其对习的极限思维的理解基本和我的看法接近。现实中极端情况很稀罕，正因它发生的概率低，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它，更不可能为此去做什么准备。可一旦碰到，就很可能是惊涛骇浪，甚至有灭顶之灾，对个人、对集体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当然，极端情况也是针对不同个体的承受力而言，也许甲面对的极端情况对乙来讲不算什么，然而，不论哪种极端情况，就特定个体而言，都要他发挥能力极限去应对，否则不能称为极端情况。在此意义上，应付此类极端情况的极限思维和习近平常说的底线思维是一个意思。后者也是强调一个人或集体要有面对最坏情况的打算。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区别，但两者也有区别。底线思维某种程度上含有道德意涵，是社会多数人认同的，面对某种情况都会如此想如此做的。比如人们常说做人要有底线，这个底线意味着在做人方面有某些基本的不能突破的界限，像是不能有害人之心，国家不能遭受侵略等等。底线在此意味着不能再退让，如果触碰到了这个底线，个人而言会跟你拼命，国家而言会倾一国之力和你对抗。习的底线思维指的就是遇到这种不能退让的情况，要有准备和预案。极端情况在现实中少见，底线常常被挑战，在现实中却常见。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乃是对国家底线的挑战，因此也就存在这种情况，原来被视为底线的一些限定，在遇到挑战后被放弃了。比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画了几条底线，但有些底线被美国破了，中国就不再坚持，或者坚持也没用。像是美台交往的层级，还有对台军售等，很长时间被看作中国画下的底线，可现在破了，中国也无可奈何。这说明底线有时也是变动的，在不同的条件和阶段，底线是不同的，有些底线可以放弃。如不能说谎，在一些文明中被视为底线，但在另一些文明中就不是，或者在一个阶段是底线，在另一个阶段则不是。故底线思维有时也要考虑不同的条件和阶段，不能机械运用。但这或许不是习所谓的底线思维的含义。只有那些在任何条件和阶段都不能破的底线，才可称之为极限。和底线思维不同，极限思维也包含着下面这层含义：面对外部的挑战，运用自己的力量，主动创造或制造一种极端的危险情景，向对手或者敌人展示自己的意志、决心和力量，以吓退对方。这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常见到，运动员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发挥自身最大潜能，反超对手，夺得奖牌。在国家关系中也不乏这种案例。当一个人或国家显示既死之决心，如果对方没有这种既死决心，就会知难而退。习近平说的极限思维，有着我指的上述两层意思，即既对一种极端情况要有最坏的打算，又敢于发动斗争精神，主动去创设一种极端情况。而所谓的极端情况，虽然也针对国内，但主要是外部安全这块。
就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内部安全当然存在很多问题，可以中共掌握的专政工具和手段是能够应付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他们不会对中共的统治构成根本的冲击。习主要防范的是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不安全。所谓风高浪急，所谓惊涛骇浪，针对的是外部环境的不安全，尤其是在台湾、南海和边疆民族问题上，习要党的领导干部做好出现极端情况的思想准备。习近平不想再忍。事实上，在不久前发生的中国军机南海拦截美国侦察机以及中国军舰台湾海峡拦截美国军舰这两起事件上，习向外界演示了他的极限思维。他对美国的抵近侦察和自由航行不想再忍了，认为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可以下阻美军行为，但要制造一种危局，让美国认识到无所顾忌地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和自由航行将会付出很大代价，从而打退堂鼓。为此，要解放军以一种在美国看来不专业的危险方式去拦截美军机和军舰，逼退美军。如果美军识趣，从此不再对中国抵近侦察和自由航行，则可向世界宣示中国军队的力量和威仪。如果美军不识趣，坚持还要来中国家门口示威，下次拦截的行动可能更危险。这样不排除出现擦枪走火。考虑这种情况，美军今后是否会减少自由航行和抵近侦察的频次，甚至完全停止，可以观察。习在国安会上还表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中国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然而，不论是被动的防守，还是主动的塑造，极限状态下比拼的是意志和决心，要求有超强的抗压心理，做到了这点，才是一种极限思维的表现。而习现在在高级干部中做极限思维的动员，布这个局，是因为他意识到，终有一天，中美的对决会到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发生惊涛骇浪的变化。欢迎继续收看评论简报。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陷阱。自由亚洲电台，杨晶。周末 CNN 国际关系节目 GPS 主持人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 在节目中提到了《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 Is Chinese power about to peak? The country's historic ascent is leveling off. That need not make it more dangerous. 翻成中文，大意是中国权势已触顶，勿让变局太危险。虽未读全文，但不难理解作者的用心，代表了当下外部世界对习近平独裁中国之危险走势越来越深的忧虑。一些搭中国崛起便车而名利双收的留洋精英，仍在用巧舌描绘未来中国的美好前景，却无法说服任何人，只是彰显自己的无知和无耻。事实上，习近平和他的奴才们越来越不掩饰，他们自己也不看好中国。中共目前的一个宣传重心，就是降低国内外对未来中国的预期，除了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宣称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习近平用什么来替代他对外宣扬的伟大复兴，对内承诺的小康水平呢？那就是他著名的底线思维。从概念上，我相信许多人都能理解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就是他绝不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做亡党之魁。但面对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有崩盘危险的中国经济，习近平的底线思维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具体选择，已经是所有人评估未来风险的难题。目前，华人与美国和西方的最大分歧，就是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对中国知情较深的华人，多数都不相信习近平会打台湾，认为这完全是自杀，而美国和欧洲的主流精英则越来越坚定地备战。这看起来十分矛盾，其实都有道理。美国和西方若不料敌从宽，也就是做好打仗的准备，政治家无法对选民交代，因为多数选民对中国的戒备意识已经被唤醒，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判断或宣传，那就是习近平若攻打台湾，将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安全，因此不能不防。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不打台湾，世界就太平了吗？在这个问题上，华人内部因立场和认知的不同，产生了差别远大于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的判断和主张。比较同情习近平的华人认为，既然习不会打台湾，美国就不该升级两国的紧张关系，而是硬放习近平一马，放中国经济一马，这对所有人都有利。而强烈反共反习的人则倾向于相信，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经济已无药可医，也不该去救。但我们正在看到的，而且将继续看到的是，尽管代价极其高昂，
美国和西方一方面必须继续加紧备战，一方面还要尽力维系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因为谁也无法预料不这样做会有甚么样的风险和后果。这样一种尴尬的困境，与习近平底线思维的关系就是，习近平在内政外交都失败的情况下，仍坚信他的底线思维的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中国人只要不面临饿死的威胁，就不会放弃好死不如赖活的理念。可怕的是，中国确实有相当多的人，包括许多已经润出中国的海外华人，也相信习近平相信的这个假设。如何理解这个困境？这个困境能长久吗？我的看法是，需要引入政治文化的角度，才可能理解和破解这个困境。我坚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危机与世界秩序危机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关头的生存策略，对政治文化有决定性的形塑作用。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有改朝换代的传统，中共政权是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利用这一传统的产物。习近平的所谓底线思维，不仅源于他个人的直接体验，也相当程度反映了整个现代中国社会的集体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在重演历史上中华文明治乱循环、自我毁灭的悲剧。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陷阱。治乱交替虽是普遍现象，但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中国文明却有其独特之处。自秦汉以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接受了天下一统是唯一正当的政治秩序这个观念。因此，无论是维系大一统，还是重建大一统，付出多大生命和国土代价，统治者和造反者都在所不惜。这个逻辑支配了2000年来中国文明的权力交替，包括中共的建政过程。不过，中国农业社会对大规模杀戮有极为强大的代偿能力，是周期率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34年前的6·4之夜，坚守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子，面对邓小平派来的坦克，又一次见证了这个逻辑仍在支配中国的权力博弈。今天，中国终于富强，工业化与城市化已实现，人口下降也形成不可逆转之势。那个不惜代价维系大一统的逻辑却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成为中共独裁者胁迫世界的逻辑。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习近平的解释是，我们别无选择，但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前所未有，中国崩溃对世界的威胁也前所未有。习近平看到了利用国力胁迫世界的机会。习近平为什么不选择改革呢？因为他看得很清楚，改革对自己的风险之大，无异自杀，而他有最新的科技手段，压制革命，更有核武威慑西方的干预。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习近平的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改革的能力。因此，真正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崛起之时，是他这样的人被放在如此重要的权位上？更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误判和低估了习近平会带来的风险？为什么中国和世界似乎都拿他没办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我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中共强化了的政治大一统，总体对改革不利，即使改革者当权，也难以走出大一统的文化困境。第二，在国力强大、国际环境空前有利的条件下，习近平用底线思维，也就是用自杀式的胁迫来保权位，来威胁和胁迫世界，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已经走到尽头。第三，习近平给世界带来的真实威胁被世界所认识，给中国走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陷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很难自己走出这个陷阱，而且外部世界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来帮中国走出这个陷阱。二战后，美国人曾经试图阻止中国内战，但半途而废。这一次，事关自身存亡，美国不能不帮人帮到底。最后，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陷阱有了相当深入的认知和切肤之痛。马云最近被记者问到个人面临什么挑战，他的回答是对话。这正是中国走出文化陷阱的关键之所在。对话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走出政治文化陷阱的关键？难道这些年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中国人和华人内部的对话还少吗？结果呢？我们还不是再次陷入了所谓周期率的诅咒？强调对话，对于应对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应对中国文明自残给世界带来的挑战，有任何实质意义吗？所有人都认识到，美中对抗加速升级，
标志住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冲突全面加剧的时代。而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意味着他将不惜以毁灭性的手段来保大位，因为他自认这并非为了个人权益，而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如果我习近平下台，中共政权就必然被颠覆，从而意味着中国内乱和分裂。虽然这个逻辑不会被所有人接受，但必须承认，只要中共的高压统治还有效，就会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外国人都相信，习近平的这个逻辑虽非唯一的可能，但却是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说，很多人看不到别有出路，唯有听天由命。因此，对话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有效对话能改变很多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改变冲突演变的进程和后果。当下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就是最重大的现实例证。一方面，俄乌战争说明人类冲突不可避免，但整个过程也不断支持这样一个论断，那就是有效对话能改变冲突的走向和结果。我们都见证了，没有泽连斯基与美国和欧盟的对话，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有效对话？有效对话与政治文化有没有关系？中国人，包括关心中国政治的海外华人，有没有机会通过有效对话来助力中国走出政治文化的陷阱？这正是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从常识和经验的角度，有效对话的概念并不难理解。毛泽东最喜欢说实事求是，就与这个概念有直接关系。难题是，并非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实事求是地进行有效对话。对此，我有一个大判断：以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格局，以现在最新的通讯手段，特别是以最新的 AI 技术助力的深度交流手段，那些熟悉天下大事的有识之士，有机会推动中国走出政治文化陷阱的有效对话。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进行重大尝试。这些努力不易取得实质进展是可以预期的。首先是，危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足够多的精英放弃消极自保，但除此外，还有重大问题有待探讨。最近，100岁的基辛格发出感叹，美中对话之难，在于未能实现某种概念的突破。也就是说，他既不喜欢习近平的特殊大国关系，也不喜欢拜登的竞争而不敌对，或脱险而不脱钩。我突然悟到，美国两党一致对外，也找不到与中国打交道的门道。深层原因就是中国除了习近平的底线思维，精英对未来的中国秩序如何建构，完全没有可以展开对话的新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包括华人精英的话题永远限于道德和价值论述，或永远是何时中共垮台之类的预测，而没有基辛格所说的概念突破，是文化完整难一的表现。那么，如何理解当下中国需要的概念突破呢？最直截了当的经验资源就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当年若没有这个概念突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会大不相同。有效的概念突破能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提供一种有深厚经验基础的时空逻辑想象，激励千百万人去创造历史。谢谢收看评论简报。